刚入肉坑的肉友们，好不容易挑到一颗萌萌的肉肉，很开心的请回家，接着要怎么照顾才能让它们一直萌萌哒呢？说起来，花花介绍了很多多肉种植的养护经验，有夜叉的、上盆的、水培的、病虫害等等。最近评论区很多人提出来的问题，我发现都是超级新手的问题，所以今天花花总结一下超级新手的多肉养护指南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超级新手想要入坑的赶紧看过来，跟花花一起学习如果从零开始养护多肉植物。检查，如果你是通过网购途径购买脱土的肉肉，收到货一定要及时打开包裹，把肉肉通风，特别是夏天，不然黑腐可不是件小事。之后要检查肉肉是否有虫子或者其他脏东西，如果有虫害，特别是粉根芥，需要立即清除，杜绝虫源入侵。另外还需检查肉肉的茎和叶是否有病斑或者黑腐，如果有的话，那么就要联系卖家退换货。新手对不健康的肉肉要坚决说 no。 如果你是在实体店买肉肉，同样也要对肉肉进行检查。一般大棚出来的肉肉都是经过杀虫灭菌处理的，所以大可不必恐慌。原来的植料要不要保留随你，但带土移植一般可以提高成活率。修根，裸根的肉肉到手后，需要进行简单的修根处理，把多余的土抖掉，去掉干瘪腐烂的叶片和须根，保留主根就行了。伤口可以用木炭粉涂抹，也可以放到阴凉通风处晾干1-2天，使得伤口愈合，避免伤口感染而黑腐。选盆，在晾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准备盆和土啦。选盆对新手来说，一般有以下选择：一、小黑方。小黑方价格便宜，整齐划一，适合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种植，可以节省阳台空间。二、红陶盆。红陶盆价格也便宜，透气性良好，度夏有保证，因为水分散逸较快，所以对新手来说不是那么好控制浇水。三、紫砂盆。透水透气性极佳的紫砂盆也是新手的首选，古朴的造型搭配老装非常和谐，但是价格相对较昂贵。四、韩式粗陶盆。现在不仅是韩国景天大举入侵，韩国风格的盆子也逐渐成为主流，一般都是外壁上釉，内部为粗陶胚子，有利于透气。五、白瓷盆。白瓷盆透气性差，不合理控制浇水的话，容易造成土壤积水，所以对新手来说是有难度的。盆器多种多样，一双旧靴子，一个铁皮盒都可以成为肉肉们的新家。总之选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根据肉肉的品种、家里的环境、配土的成分进行选择，一般要遵循透水性好、底部有孔。配土，大部分肉肉还是喜欢疏水透气的植料，从功能上可分为3种。一、定植土，目的是为了固定植物，提供养分给肉肉生长。一般使用花鸟市场或者大棚常见的多肉种植土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喜欢自己配土也可以的，最普通的是泥炭土4份加珍珠岩2份加火山石2份加蛭石2份即可。如果想要根据小苗、老桩等来配土的话，请观看花花以前专门做的配土的视频。二、垫底植料，目的是为了让土壤不会过分积水，避免肉肉烂根或者由于土壤潮湿导致病菌滋生，从而造成各种病症的发生。一般选用陶粒等大颗粒，粗筛的煤渣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具有吸附杂质的木炭也可以，如果都没有的话，核桃壳浸泡清洗后也可以。三、铺面植料，铺面也很重要，除了美观还能固定以及防止板结。铺面植料来源很广泛，比如白色小石子、赤玉土、同生砂、鹿爪土等，大家可以根据盆器和植物的不同进行合理的选择。其实每个人的配土方法都不同，关键还是要根据当地的气候和植物的品种来进行配置。定植，等植物伤口完全愈合了，就可以上盆了。盆底垫上大颗粒的植料，比如陶粒等，这样有利于排水透气。之后用潮土干栽，瘠土感觉有点潮，手抓起来感觉是湿润的，但是松开后不会粘在一起，而是散开就行，这样可以促进植物长出新根。之后铺上喜欢的铺面时，放在光线明亮的通风处，不能暴晒，先不要浇水。3至4天后可以在土表喷一些水，1周左右浇透水1次，等肉肉叶片饱满，新叶子长出来，就可以逐渐见太阳，正常养护了。浇水，定植好了之后，就是肉肉的日常养护，浇水一般是干透浇透，
即一次性给足水，直到底孔渗出，然后再等到干的差不多了，再浇透一次。通常肉肉在春秋季节是生长较迅速的，凉爽的天气和适宜的温度让肉肉需要较多的水分，这时候可以一周浇2次水，一般在傍晚浇水为宜。夏天气候炎热，肉肉会进入休眠状态，这时候要适当断水，切勿手贱频繁浇水，导致肉肉黑腐而死，而且平常要保持干燥和通风。北方要注意气温变化，一般低于5度要防寒或者搬到室内。那到底浇水怎么去掌控呢？看叶片，如果健康的叶片表明起皱纹，整个儿缩起来，或者有些品种叶片耷拉着，无精打采的样子，那就是肉肉反馈出来的一个口渴的信号。看土壤，新手可以观察土壤中的水分变化，有个简单的办法，用手掂量下重量，水分充足和水分缺乏时的盆土重量是相差很多的。另外，如果土的外缘和盆的内缘形成一道缝隙，土表皲裂，这也是缺水的表现。看盆器，红陶盆等透气性很好的盆器不容易保持住水分，所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多浇水。白瓷盆或者无孔的盆器就要根据具体情况减少浇水。看配土，配土疏松透气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多浇；配土细致紧密，就要考虑少浇水了。日照，在生长期，很多肉肉都需要充足的日照，一般一天要在4至6个小时为宜。不同品种和状态肉肉对光照的要求不同，比如花期就需要更长的日照促进开花。刚上盆的肉肉就不好露着暴晒。大几颗的肉肉很喜欢日照等，因这样会使肉肉的叶片间隔变大，颜色褪去，经干变得脆弱，叶片畸形，抵御外界的抗性下降，变得特别难看。不过别担心，如果循序渐进的让其接受光照一阵子，肉肉还是会变得萌萌哒。切记夏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要进行遮阴处理，状态难看点不要紧，保命为大。病害一般分为2种，虫害和菌害。虫害主要讲介壳虫。肉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，连续大雨加连续高温加暴晒等于僵尸粉，说的就是姜苗、尸体跟粉介。虽然好笑，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大家对介壳虫是多么的深恶痛绝。这种瘟神不仅仅会吸食肉肉地面部分，还会藏匿在土壤中，常在肉肉须根周围可以发现白色棉絮状的东西，就是它们的功劳。所以防治介壳虫是肉友们必须 get 的基本技能。日常防治我们需要做到： 1. 确保植物和植料都是不带任何虫源的。 2. 一旦在植物地面部分发现虫子，绝不姑息。如果只是少量，可以用竹签挑出来戳死，必须的，也可以用清水洗净。如果是大量爆发，而且虫子们还无耻地藏匿在叶片缝隙等我们难以够着的部位，那就要动真格了。一般网上和实体都可以买到多肉植物杀虫专用药，浓度配比适宜，药液装在喷壶中，对着长虫子的部分要仔细喷一遍，没有虫子的地方也要喷一般当预防。期间要注意2点，施药一般在傍晚为宜，要在通风的环境下施用。施药频率为2周一次，没有虫害就不用很频繁的用药。3. 如果虫子们机智地藏在土里，也不要慌张，一般可以进行换土处理，仔细分开根系，把带有虫源的土去除干净，换上新土。如果你不想换盆，那就用浸盆法，即将盆器底部浸没在药液中，大概是1到2分钟即可。4. 很多人都注意到，爆发介壳虫的地方往往有蚂蚁们群聚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，因为很多时候蚂蚁和粉根介是互惠关系，它们吸食介壳虫分泌的蜜汁，回报的将虫子搬运到其他植株，这或许可以解释了介壳虫为什么爆发范围会这么广。根据一些大神的经验，蚂蚁也是留不得的。菌害通常表现为黑腐、黑斑或者锈斑，这些都是由病菌或者细菌引起的。平时浇水要控制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不能造成土壤过分积水。一旦发现有病株，应立即隔离，以免感染其他肉肉。平时要改善通风条件，还可定期喷杀菌剂。你还要知道一些小知识，一般黑腐的植株叶片不可以夜插，病株待过的土壤需要隔离，并且进行灭菌处理等等。以上就是花花总结的超级新手的养护经验，内容可能有疏忽和错误之处，欢迎批评指正。你养护多肉几年了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花花。
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，并转发给更多的新手小白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